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剑评啊。最近我拿到一把特别有意思的键盘，就是这个富临光魔 X5。这把键盘的话是市面中比较少见的光轴键盘啊。光轴的触发原理和传统的机械轴触发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机械轴通过下压轴心两块金属弹片接触，通电形成一次触发。光轴的话，主要的部件全部集成在 PCB 上，一边是红外发射元件，另外一边是红外感应元件。只要接收元件能感受到红外，就会维持在断开的状态。轴体按下，轴心柱切断了光路，红外感应器就无法接收到红外线，则视为键盘触发。说到这里，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把镊子伸进去挡住传感器，键盘就可以一直维持在触发状态呢？这里我搞一个竞猜啊。答案是不单只可以，而且还非常灵敏啊！只要用镊子一直挡住光线，键盘就会一直维持在触发的状态。不管你有没有猜对啊，评论区都会找一位小伙伴送出一份机械键盘的收纳袋，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吧。好了，回到正题啊，我收到这把键盘是鹦鹉螺配色的轻轴版本，送了一小袋替换用的轴体啊。因为红轴版本没有货了，我没有要到，所以我又厚着脸皮找客服要了一小袋红轴来做一个评测。以后键帽换轴的工具也都没有落下。这个配色搭配上纯黑底色的键盘还是非常闷骚的，我喜欢。原厂高度键帽 PVT 双色注塑，这套键帽跟富临980上面那套键帽是非常相似的，应该也是补货者代工。键帽的注塑工艺非常不错啊，而且没有明显的割裂感。键帽的厚度足足有 1.4 毫米啊，遮光性就直接拉满了。个别键帽因为要避开注塑口的原因会爆菊花。总的来说，这套键帽的整体做工还是非常好的，我完全可以接受。但是键盘的外壳就比较一般了，有几条非常明显的应力纹路啊，比较影响观感。背面的话就是一段脚撑啊，防滑效果还不错。键盘的灯光方面，因为我手里这款鹦鹉螺配色的键帽是不透光的，加上纯黑的定位板，所以说键盘主键区的灯光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啊。在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就算开灯也看不清楚字体。左右两边的灯带还有这个富临的 logo 反而是非常亮眼，成了整把键盘的 RGB 担当啊。键盘的主键区还有两侧的 RGB 灯都是可以独立调节灯效的，可选的灯效并不多，好在的话过渡都非常自然。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过一遍灯效。键盘的右上角是4颗状态指示灯啊，互相之间并没有做分隔的处理，就是一个指示灯亮起来之后会照亮周围2个指示灯的位置。如果说距离键盘的位置比较远的话，就很难观察到底是哪一颗灯亮起啊，这一点以后可以改进一下。然后是键盘的轴体方面啊，终于讲到轴体了。我收到的这把键盘是轻轴的版本，但富临那边也额外给了我几十颗红轴。轴体的外观和传统的 MX 结构轴体非常类似啊，只不过是少了弹片这个结构。轴体是凯华代工的。手感方面，根据我一段时间的使用体验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款凯华代工的线性光轴手感是要吊锤市面上绝大多数量产轴体的，因为轴体内部少了弹片结构啊，按压的手感就是纯粹的弹簧手感。硬要说的话，和我之前体验过的油王轴是非常类似的。我手头这里也有一点雷蛇的光轴啊，雷蛇的光轴是双飞燕代工的，轴心的稳定性比较一般，而且触叠声音比较奇怪。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听一下两款轴体的对比。凯华的光红轴压力克数是要比樱桃红轴略轻的，大概是43克左右。轻轴版本的话，妥妥就是速射快乐轴了，采用的和 BOSS 轴类似的扭簧发声结构，声音清脆，而且断落感非常明显，但也掩盖了光轴线性手感的优点啊。和普通的有声断落轻轴其实是拉不开太大的差距的。如果有人想买这个光模的话，我个人还是更推荐线性轴的版本，手感是真的非常棒。键盘的大键位方面啊，因为轻轴会掩盖很多问题，我这里就把空格换成红轴给大家听一下。只能说不愧是富临啊，卫星轴真的非常顶，触底干脆不肉，而且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层，是一个非常顶级的大键啊。而且这把键盘也支持 IP68 的防水，这里我就不做演示了。大家只要知道有这个东西应急就可以了，毕竟防水键不防手键嘛。
最后总结一下，富临光魔 X5 这把键盘目前的售价是399，我其实还是非常期待它出一个小配列的版本的，然后售价也可以再低一点。轴体本身的手感也算是第一梯队，而且因为光轴本身的特性也非常适合在有小孩的家庭或者网吧这种非常容易弄脏键盘的场景来使用。而且光轴本身也可以提供非常优秀的线性手感问题的话就是键盘除开轴体的手感，其他的细节方面比较一般。主键区的灯光成了白色，外壳的做工有待加强，而且没有做键线分离收纳起来非常麻烦。最后的话还是期待一波小配列的版本我肯定会带头冲一把。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